话说雍正13年的深秋，那紫禁城里头啊，早早就笼上了一层肃杀的寒气，养心殿内烛火摇曳，映照着一张阴沉如水的脸。这时候，53岁的雍正皇帝猛地在那张明黄圣旨上重重落下一笔，传刘氏觐见。此言一出，站在一旁的贴身大太监苏培盛吓得那是魂飞魄散，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金砖地上，额头死死磕着地面，声音颤抖着说：“陛下，这事儿万万使不得。那刘氏入宫才半个月，身份还没定明白，况且那是先帝爷当年的禁忌，六宫安宁全指望您三思。”可雍正呢，面色阴沉的吓人，他将朱笔往案上一掷，冷冷地回了一句：“朕意已决，无需多言。”您各位咂摸咂摸，谁也不知道这道圣旨背后究竟藏着怎样惊天的秘密与算计。此时53岁的雍正正坐在养心殿明窗旁，手里反复把玩着一枚色泽极佳的翡翠玉佩，那玉佩啊，缺了一个小角，却被金丝巧妙地补好了，形状瞧着就像是一滴凝固的泪珠。苏培盛伏在地上，后背的冷汗早就浸透了衣衫，他太了解这位主子的脾气了，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杀人不见血。可今个晚上，皇上的眼里却透着一股子前所未有的疯狂。雍正的声音有些沙哑，透着一股久病后的虚弱，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问苏培盛是不是觉得朕老了不中用了，连个15岁的丫头都碰不得了。苏培盛吓得浑身一激灵，连连磕头说：“奴才不敢，这是为了龙体着想。那刘氏虽然生得标致，可身上有不祥的传闻，而且她是刘长明的女儿。”雍正冷笑一声打断了他，手指磨蹭着玉佩说：“刘长明当年结党营私，贪污军饷，朕杀了他满门，唯独漏掉了这个女儿。”苏培盛心里咯噔一下，没错了，这刘氏名叫刘谦，半月前内务府选秀，他混在最后一排低眉顺眼的，若不是那双眼睛像极了某个人，雍正或许根本不会多看一眼。可偏偏就是那惊鸿一瞥，让这位禁欲许久的帝王乱了方寸。苏培盛硬着头皮劝道，说刘家余党还在暗中窥视，若此时宠幸罪臣之女，只怕那些御史又要上折子说您被妖女迷惑。雍正猛地站起身，因为起得太急，眼前黑了一瞬，身形晃了晃，他一把推开想要搀扶的苏培盛，冰冷刺骨地吩咐下去，说：“今夜朕就要看看这刘谦究竟是来报恩的，还是来报仇的。”当刘谦被带到养心殿时，已经是子时了。他穿着一身素净的旗装，没多余的装饰，头发只用一根银簪挽起，15岁的年纪，身形单薄，可那双眼睛却清澈的如同寒潭之水，没一丁点波澜。他跪在殿中央，不卑不亢，既没有寻常嫔妃的战战兢兢，也没世家女子的娇柔造作。雍正坐在御案后，居高临下的审视着他，淡淡的说了句：“抬头。”刘谦一抬头，那张脸在烛火映照下显得格外清丽脱俗，确实像极了那个人，像极了那个让雍正惦记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的女人。当年雍正心中的白月光并不是纯元皇后，而是前底时曾为救他挡下一杯毒酒的丫鬟云儿。云儿也是刘长明送给当时四阿哥的礼物，只可惜后来刘家倒台，云儿也被牵连赐死，那是雍正心中永远的痛。雍正开口问他可知罪，刘谦微微一笑，那笑容竟带着几分凄凉与决绝，说：“民女之罪在于身为刘家女，还在活着见到陛下。”雍正眯起眼睛，手指敲击着桌案说：“既然知罪，朕赐你一杯毒酒，你可敢喝？”殿内空气瞬间凝固，苏培盛在一旁停住了呼吸，心想刘谦若死了，这局也就解了。可没成想，刘谦竟然缓缓站起身，动作优雅的倒了一杯残酒，仰头一饮而尽。杯子摔得粉碎，
刘谦倒下的那一刻，雍正并没有叫太医，只是静静看着他蜷缩在地上痛苦抽搐。那一刻，他的心竟然狠狠揪了一下。就在苏培盛以为这丫头必死无疑时，刘谦却突然停止了抽搐，胸口微微起伏，竟然还有气。他虚弱地睁开眼，雍正缓缓走到他面前，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看着自己，冷冷地说：“明白了吗？朕还没让你死，阎王爷也不敢收你。”原来那壶酒根本不是毒酒，而是陈年的女儿红。所谓的赐死，不过是雍正的一场试探，他在试探这女孩的胆量，也在试探他对自己究竟有多少恨意。如果他畏缩求饶，那今晚就会被扔出宫去。可他这种毫不犹豫的决绝，简直和当年的云儿一模一样。雍正起身吩咐人将他安置在偏殿，没他的旨意，任何人不得靠近。处理完这一切，雍正重新坐回龙椅上，拿起那枚翡翠玉佩，眼神变得深邃幽暗。他问苏培盛觉得这丫头像谁？苏培盛小心翼翼的回话说，眉眼间倒有几分像当年的芸娘。雍正喃喃自语说太像了，可总觉得她不简单。不知为何，从见到刘谦第一眼起，雍正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丫头看他的眼神，不像是看杀父仇人，倒像是看一个久别重逢的故人。转过天来，后宫殿炸开了锅，皇上赵姓罪臣之女的消息传遍了六宫。延禧宫内的熹妃钮祜禄是狠摔了一套茶具，面色铁青地说：“皇上这是老糊涂了吗？刘家是罪臣，他一个贱籍，皇上竟然为了他连祖宗规矩都不要了。”身边的宫女吓得跪了一地。熹妃最担心的不是刘谦受宠，而是皇上对他的那种带着探究与执念的复杂情感。而此时偏殿内的刘谦缓缓醒来，只觉得头痛欲裂。他挣扎着坐起身观察四周，发现这房间布置雅致，不像是冷宫。这时候屏风后传来了雍正低沉的声音，问他昨晚的酒好喝吗？刘谦咬着唇说：“民女愚钝，不知陛下用意。”雍正走到床边坐下，这种距离感让刘谦感到莫名的压迫。雍正盯着他问说：“你父亲生前可曾提起过朕？”刘谦心中一紧，心说重点来了。他深吸一口气，直视雍正的眼睛，回道：“父亲曾说陛下太无情。”雍正突然大笑起来，笑声中带着几分苍凉，说：“千古明君向来无情，朕为了这江山杀了不少人，但他不后悔，因为只有手段果断，才能稳住大清的江山。”他伸手触碰刘谦冰凉的脸颊，警告说：“留你一命是因为你像一个人，但若敢有不该有的心思，朕会让你知道什么比死更可怕。”这便是帝王的爱，充满了算计与威胁。可刘谦既然进了这宫门，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他只想在最好的年华里死得让皇上记一辈子。就在这深宫禁苑的波谲云诡中，日子晃晃悠悠进了腊月，紫禁城的红墙根底下堆满了积雪。刘谦在这偏殿里一住就是2个月，虽然没得着什么名分，可皇上翻牌子的次数竟比那几位正经主位娘娘加起来还多。这天夜里，雍正批阅奏折，批得眼睛发胀，揉着眉心再次走进了偏殿，却瞧见刘谦正对着一盏孤灯在那儿绣着什么。他凑近一瞧，那竟是一方绣着寒梅的帕子，针脚细密的紧。雍正顺势坐下，抓过刘谦的手，抹撒着说：“这宫里的绣娘多的是，何苦费这个神？朕瞧你这几日身子又单薄了不少。”刘谦把手往回缩了缩，轻声细语的回话说：“奴婢身份卑微，在这宫里没个依傍，唯有这针线活能让心里踏实些。”雍正听了这话，眼神一冷，说：“你这是在怨朕没给你名分，还是在怕那些背后的流言蜚语？”刘谦自嘲的笑了笑，说：“名分不过是给活人看的枷锁，奴婢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哪还敢奢求那些？”
雍正看着他那股子倔劲儿，心里那股子征服欲又窜了上来。他猛地将刘谦拽进怀里，贴着他的耳根子低声说：“朕已经让宗人府去查了，当年你父亲贪污的案子里，确实有几处疑点对不上。若能翻案，朕便保你一生荣华。”刘谦的身子在那一刻僵住了，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光。他太清楚雍正的性子了，这绝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补偿，而是新一轮的试探。果不其然，隔天早朝，几位老臣就联合上奏，弹劾刘家余孽在江南一带死灰复燃，甚至有人说刘谦入宫是带着慢性毒药来弑君的。雍正在金銮殿上大发雷霆，拍着桌子问证据何在，众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熹妃的母家站出来，呈上了一封所谓的刘长明绝笔信，信里字字句句都是对皇权的诅咒。雍正拿着那封信回到后宫，直接把纸甩在了刘谦脸上，问他作何解释。刘谦连看都没看那信一眼，只是平静的跪下磕了个头，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陛下若信，现在便可杀了奴婢。”雍正气得在那儿来回踱步，他恨的是这种脱离掌控的感觉。他一把掐住刘谦的脖子，力道大的让他涨红了脸。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是谁的人？是弘历那小子的，还是老八余孽？”刘谦拼尽最后一丝气力笑出了声，说：“陛下眼里满是江山算计，竟连一丝真心都看不出了吗？”雍正的手一颤，猛地松开了。他看着地上的女人，突然觉得这深宫寒冷的刺骨。半个月后，刘谦病倒了，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一直在喊着一个名字，不是雍正，也不是他的家亲，而是鱼儿。雍正守在榻前，听到这两个字，脸色变得惨白。他意识到刘谦知道的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多。他秘密提审了当年在前邸伺候的老太监，才挖出了一个藏了20年的惊天大雷。原来刘长明当年并不是因为贪污，而是因为他知道了云儿并非暴毙，而是死于雍正亲手赐下的一碗堕胎药。雍正坐在空旷的养心殿里，整个人像是老了10岁。他终于明白刘谦为什么不怕死，因为他原本就是来拉他一起下地狱的。此时的刘谦已经苏醒，他看着窗外的飞雪，心里盘算着这出戏最后的一幕该如何唱下去。他知道雍正已经查到了真相，而真相往往才是最致命的武器。他挣扎着起身，在那盆炭火里投进了一包1香，那是他入宫前特意求来的迷魂散，能让人在美梦中不知不觉地耗尽心力。当雍正再次踏入这间屋子时，他闻到了那股似曾相识的清香，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王府后花园。鱼儿正提着灯笼在花下等他。他有些恍惚地握住刘谦的手，嘴里喃喃着：“鱼儿，朕错了。”刘谦眼底的寒光一闪而逝，他温柔地靠在雍正肩头，语气却像毒蛇般阴冷，说：“陛下没错，错的是这无情的人间。”就这样，雍正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太医查不出病因，只说是操劳过度导致的油尽灯枯。而刘谦在这期间一直贴身侍奉，甚至不眠不休。在外人眼里，她成了大清朝最深情的奇女子。只有她自己知道，每一碗送进去的参汤里，都掺着她对刘家几十口冤魂的祭奠。到了雍正13年的最后1个月，皇帝已经下不来床了。他颤巍巍地拉着刘谦的手，问他最后一次：“你可曾爱过朕哪怕一点点？”刘谦低下头，在雍正耳边轻声说了几个字，那是当年鱼儿临终前留下的绝笔。雍正听到后，眼睛猛地瞪大，嘴里发出咯咯的响声，像是要抓住什么，却终究只抓到了一把虚无的空气。没过几天，丧钟响彻了整个京城，那位以勤政著称的雍正皇帝龙驭上宾了。而在那乱作一团的后宫中，谁也没注意到，
那个叫刘谦的女子早已在偏殿的一场大火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枚补了金丝的翡翠玉佩，在灰烬中闪着冷冽的光。在那丧钟余音未了的当口，紫禁城里的雪越下越大，仿佛要把这100年的恩怨都给埋了。就在大伙儿都以为刘谦已经葬身火海的时候，其实他正披着一件玄色的斗篷，躲在景山后头的一处废弃冰窖里，接见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人，那就是刚刚登基的新帝弘历。弘历瞧着眼前这个名义上的庶母，眼里没丁点敬意，反而带着几分玩味。他摩挲着大拇指上的扳指说：“刘姑娘这出戏唱的可真是惊心动魄，连皇阿玛那样精明的人，最后都栽在了你这绕指柔里。”刘谦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说：“四爷既然已经坐上了龙椅，又何必来寻我这个死人的晦气？咱们当初说好的，我帮你成事，你保我离宫，现在该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了。”弘历哈哈大笑，笑声在冰冷的窖里回荡，朕的顶上的冰碴子直往下掉。他说：“朕确实答应过你，可你手里握着的那个秘密，朕实在是不放心让他活着离开京城。”原来啊，当年刘长明留下的那封信里，除了诅咒，还藏着一份名单。那名单上不仅有先帝的党羽，更有弘历这些年在私底下招兵买马的证据。刘谦嘴角勾起一抹嘲讽，说：“皇上是怕我把您那点底子抖落出去吧？可惜您算错了一步，那名单我早就托人送出了关，若我3日内没能平安抵达张家口，那东西自然会落到那些恨你入骨的人手里。”这两人正僵持着呢，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苏培盛竟然带着一队大内高手赶到了。这位老太监手里捧着一封雍正临终前留下的密旨，那密旨并不是传位给谁，而是要刘谦殉葬。弘历的脸色瞬间变了，他意识到老皇帝到死都还留着一手，要把这2个最让他不放心的人一起拖进深渊。苏培盛那张老脸在火把映照下显得格外阴森，他扯着公鸭嗓子说：“皇上有旨，刘氏祸乱朝纲，魅惑军心，赐白绫3尺，新帝当面监刑。”刘谦看着那白森森的绫子，突然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对弘历说：“你瞧瞧，这就是你敬畏了一辈子的父皇，他连死都要拉个垫背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冰窖后方的石壁突然被人从外面暴力砸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冲了进来，正是失踪已久的刘谦的亲哥哥刘子安。原来他这些年一直潜伏在京郊，就为了今日这一救。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刀剑相交的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震耳欲聋。刘谦被刘子安护在身后，趁着混乱往出口跑去。弘历站在原地没动，他看着那个决然离去的背影，心里不知是恨还是如释重负。逃出京城的路上，刘谦回头望了一眼那座金碧辉煌却又死气沉沉的紫禁城，他从怀里掏出那枚碎了角的翡翠玉佩，狠狠地扔进了冰冷的护城河里。那些爱恨情仇，随着那个男人的离去，也该彻底画上句号了。刘子安问他往后有什么打算，刘谦看着远方渐渐升起的启明星，说：“天下之大，哪没个落脚的地方？从此这世间再无刘谦，也无云儿的影子，只有重获新生的一介草民。”而在紫禁城的养心殿内，弘历看着那张被烧毁了一半的名单，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对外宣称刘氏已随先帝而去，追封为谦妃，以此掩盖了所有的真相。这段被尘封在雍正朝最后的隐秘往事，就这么消失在了漫天的风雪中，只剩下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偶尔在酒后还会提起那个让2代帝王都心神不宁的奇女子，可那也仅仅是坊间流传的一段艳谈罢了。时光荏苒，转眼已是大清乾隆3年的初春，那场漫天的大雪早就化成了滋养万物的春水，
可在这看似太平的盛世底下，却依然有着未曾断绝的余波。在那离京城几百里外的苏杭小镇上，有一间不起眼的临街医馆，馆主是个深居简出的女子，自称姓柳，终日戴着一方轻纱遮面。谁也不知道，这位柳大夫便是当年从紫禁城那场大火中死里逃生的刘谦。这日午后，医馆里来了一位贵客，那人虽是一身寻常商贾打扮，可眉宇间透着的那股子浑然天成的贵气，还是让刘谦握着药秤的手微微抖了一下。那人不是旁人，正是微服南下的乾隆皇帝弘历。两人隔着一张简陋的枕桌对视，屋里的药草香气有些清苦。乾隆盯着那双依旧清亮如寒潭的眼睛，缓缓开口说：“这世间的债总有还完的一天。朕寻了你3年，原以为你会躲在塞外大漠，没成想你竟敢在这天子脚下的江南扎了根。”刘谦平复了心绪，不卑不亢地收回手，声音清冷的像这山间的泉水，说大隐隐于市，民女不过是想讨口安稳饭吃，皇上龙体康健，这医馆恐怕没有您要的药。乾隆冷笑一声，从袖中取出一枚用红绸裹着的物件，啪的一声拍在桌上，正是当年被刘谦扔进护城河的那枚缺了角的翡翠玉佩。他说这东西命硬，掉进水里竟被个捞尸的小卒给捡了去。朕瞧着它，总能想起养心殿里那股子烧焦的味道，也总能想起你那句拉着皇阿玛下地狱的狠话。刘谦看着那玉佩，眼底终于泛起了一丝涟漪。他说旧物已残，皇上又何必苦苦纠缠？难道这万里江山还不够填满您的心思？乾隆猛地站起身，逼视着他说：“朕要的不是江山，是那份名单背后的最后一块拼图。刘长明当年在江南私藏了一批火器营的图纸，那是足以动摇国本的东西。刘谦，交出来，朕许你真正的自由。”刘谦听罢，竟如银铃般轻笑出声。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指着外头熙熙攘攘安居乐业的百姓说：“皇上错了，我父亲从未想过造反。那图纸其实是他留给大清最后的护身符，他怕的是人心，而非皇权。他曾对我说，若后世知君英明果决，这图纸便永远是废纸一张；若后世昏庸残暴，那便是改朝换代的火种。”乾隆的眼神在那一刻变得极其复杂，有杀机，也有罕见的敬畏。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外头突然传来一阵骚乱，原来是当年的乱党余孽得知了乾隆的行踪，正纠集杀手围攻这间医馆。刘谦面不改色，从药柜底下的暗格里摸出一根铁签，对乾隆说：“现在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皇上若想活命，就收起那副高高在上的架子。”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血战从医馆打到了后街巷弄，刘谦的功夫竟是出奇的好，身形如鬼魅般在刀光剑影中穿梭。乾隆看着这个在死人堆里挣扎出来的女人，第一次意识到她从来不是谁的替身，更不是谁的棋子。当援军赶到，残阳如血染红了青石板路，乾隆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渍，看着受了轻伤正给自己包扎的刘谦，突然说：“跟朕回宫吧，朕废了那殉葬的旧例，封你做贵妃。”刘谦头也不抬，手上的力道稳得很。他说：“皇上又糊涂了，这宫里的墙太高，民女的魂儿在那儿已经死过一回了。现在的我只想看这江南的烟雨，不想再闻那养心殿的檀香。”他将包扎好的结用力一系，起身背对着乾隆说：“图纸在3年前那场火里就化为灰烬了，那名单也是我编出来唬您的。这世上原本就没那么多阴谋诡计，有的不过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乾隆站在残破的医馆门口，看着那女子决绝地走进内屋，始终没有回头。他知道自己终究是输了，输给了这个他父皇惦记了一辈子，而他也终究得不到的女人。
当御驾启程回京的时候，乾隆下了一道密旨，将这座小镇从舆图上抹去了名字，也下令谁也不许再提那间医馆的名字。这便是说书人口中那段新密往事的转折点，也是这乱世情仇中最后一抹温柔的亮色。从此往后，江湖路远，庙堂高深，两不相欠。乾隆的御驾渐行渐远，那浩浩荡荡的马蹄声最终消失在江南水汽氤氲的尽头。刘谦站在医馆2楼的木窗后，直到指尖被窗棂上的倒刺扎出了血，才猛地回过神来。他低头看着那枚不知何时又被乾隆留下的翡翠玉佩，那一抹冷冽的碧绿在昏暗的室内闪烁着嘲弄的光。他知道乾隆虽然嘴上说不再纠缠，但他那样的帝王绝不会允许一个知道他狼狈过往，甚至见过他被乱军围困的女子真正消失在掌控之外。此时的刘子安从屏风后转了出来，他浑身的伤口还没长好，走路有些一瘸一拐。他看着刘谦手里的玉佩，声音沙哑地问妹妹：“你真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刘谦摇了摇头，目光投向窗外那条静静流淌的小河。他说：“弘历比他父亲更贪心，雍正要的是臣服，而弘历要的是这天底下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灵魂都按照他的心意去运转。他留着这玉佩，是在提醒我，只要他想，随时能把这安稳日子烧成灰烬。”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座原本宁静的小镇悄然发生着变化。医馆对面那个卖豆腐的汉子换成了个眼神锐利的精壮男人，街头巷尾那些闲谈的老叟里也多了几个总是盯着医馆出入人员的生面孔。刘谦明白，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乾隆在用一种更高级的手段监视着他，同时也在等待那所谓的图纸或者名单在时间的侵蚀下自己浮出水面。日子一天天过去，刘谦依旧每日坐堂问诊，他那精湛的医术让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连远在百里外的达官显贵都会驱车前来求医。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唯独对那些穷苦百姓多了一份没来由的温柔。或许是因为在那些干裂的手掌和卑微的脊梁中，他能看到自己曾经被碾碎又重组的自尊。有一回，一个患了瘟毒的流浪汉被扔在医馆门口，镇上的人都避之不及，唯独刘谦不顾刘子安的阻拦，亲自将那人背进屋内，整整3天3夜没合眼，硬是从阎王手里抢回了一条命。那流浪汉清醒后，盯着刘谦看了许久，突然压低声音说：“主子，属下来迟了。”刘谦握着药碗的手猛地一颤，他认出了这人的声音，这是当年刘家最忠心的死士刘长明留给他的最后底牌。那死士告诉他，当年那份图纸确实存在，但根本不在什么名单里，而是被刘长明纹在了他的背上。只是那墨水是用特殊药水调制，只有在遇到特定温度和酒气时才会显现。刘谦听罢，只觉得浑身冰凉。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雍正临终前要他殉葬，也明白为什么乾隆在那个血色的黄昏里盯着他的伤口看了那么久。原来他自己就是那个让皇权寝食难安的活图纸。这天深夜，医馆内灯火通明，刘谦支开了刘子安，独自一人站在那面斑驳的铜镜前。他狠了狠心，饮下一大碗烈酒，又将一盆炭火烧得滚烫。随着体温的升高和酒精的催化，他原本洁白如玉的后背上，竟然真的隐隐浮现出一道道错综复杂的线条。那哪里是什么火器图纸？那分明是一幅精细到极点的地形图，上面标注的每一个红点都是大清龙脉的关隘，更是刘长明当年为防家破人亡而留给女儿的筹码。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整齐划一的脚步声，那是潜伏已久的大内高手终于等到了他们要的信号。刘谦没穿衣服，只是披了一件大红色的斗篷，
那红的刺眼的颜色在火光中如同一团燃烧的曼珠沙花。他推开门，看着那个站在台阶下依旧穿着商贾服饰的乾隆，眼底没有恐惧，只有无尽的苍凉。乾隆看着他背后的异样，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一步步走上台阶，声音颤抖着说：“谦儿，朕本不想走这一步。”刘谦凄然一笑，说：“皇上这一声谦儿，是喊给民女听的，还是喊给这大清江山的安稳听的？”他猛地扯下斗篷，将那满是地图的脊背暴露在寒冷的夜色中，也暴露在乾隆贪婪的目光下。他说：“既然皇上想要，民女便把它毁个干净。”话音刚落，刘谦反手抓起一旁早已准备好的烧红的烙铁，在那副足以改朝换代的地图上狠狠地按了下去。惨叫声惊醒了整座小镇的飞鸟，皮肉烧焦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乾隆发了疯似的冲过去，想要夺下烙铁，却只看到刘谦瘫倒在他怀里，那张清丽的脸上挂着一种近乎解脱的笑容。他在他耳边断断续续地说：“刘家欠这江山的，我父亲用命还了；我欠皇阿玛的，在那场火里还了；现在我欠皇上您的，这一身皮肉也还清了。从此往后，这世上再无刘长明的女儿，也无您心里的那个影子。”乾隆紧紧抱着这个满身伤痕的女子，他的帝王之术，他的权谋算计，在这一刻崩塌的粉碎。他赢了，他保住了龙脉的秘密，却输掉了这辈子唯一一次靠近真心的机会。那夜过后，医馆再次付之一炬，但这次没有人在灰烬里寻找什么。乾隆连夜启程回京，此后再未踏足江南一步。只是在后来的岁万里，乾隆变得更加喜怒无常，他大兴文字狱，疯狂地寻找着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的蛛丝马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掩盖他内心的极度空虚。而那个救人的柳大夫，在传说中被一个断了腿的哥哥带到了海外的仙岛，也有人说他其实就隐居在灵隐寺的谷中下，每日听经宵夜。无论结局如何，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缝隙里，总有一个倔强的身影，以血肉之躯对抗着那高高在上的皇权。他用这种惨烈的方式告诉世人，这世上总有些东西是帝王权柄也买不到、杀不掉的。许多年后，老说书人在茶馆里讲到这一段时，总是会长叹一声，说这红墙内外的故事啊，最毒的不是砒霜，而是人心里的那点念想，念想一断，便是万劫不复。此时夕阳西下，茶客们散去，只留下内经堂木的一声脆响，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早已随风逝去的雍乾秘史。而那枚补了金丝的翡翠玉佩，最终被乾隆嵌在了自己的寝陵之中，生生世世陪着他那颗早已荒芜的帝王心。在那碎裂的玉佩随乾隆进入地宫后的数十年里，紫禁城的钟声依旧准时在每个清晨响起，仿佛这深宫从未有过那些撕心裂肺的嘶喊与焦灼的皮肉气味。乾隆坐在金銮殿的高位上，看着底下的文武百官跪拜如潮，他的眼神愈发冷冽深邃，再也没人能从那双苍老的眼中读出一丝关于江南烟雨的温存。而在那远离京畿的云贵川交界处，群山环抱间有一个名为归隐谷的地方，那里的草木繁茂的不似人间。四季常青的药圃里，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妇人正吃力地弯腰除草，她行动间后背总是挺得笔直，似乎那里曾受过极重的伤，导致肌肉牵动时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这妇人正是多年前在那场大火中死去的刘谦，他当年的那一烙，不仅烧掉了大清龙脉的最后一道保险，也彻底烧断了他与爱新觉罗家最后的姻缘。刘子安在不远处的凉亭里打磨着木料，他的腿脚在那次救美行动中彻底废了，如今只能靠制作些精巧的木活计补贴家用。他看着妹妹忙碌的身影，
心中偶尔也会泛起一丝酸楚。曾是惊艳了2代帝王的绝色佳人，如今却在这穷山恶水间与泥土为伍。刘谦却似乎极享受这种宁静，他每日早起采药，午后一诊，晚间便坐在油灯下翻看那些早已泛黄的医书。他的脸上虽留下了一道被火舌舔舐过的浅痕，却比在养心殿时多了几分从容与平和。这种平静在乾隆55年的一个秋夜被打破了。当年的那位死士再次出现在了他的草庐前，只是这次他不再是那个流浪汉，而是一个满头白发、行将就木的老者。他带回了一个惊天的消息：乾隆皇帝为了长生不老，正听信方士之言，在那枚金丝翡翠玉佩中寻找所谓的生门，甚至不惜动用举国之力挖掘传闻中刘长明留下的最后宝库。刘谦听着这些荒唐的言论，只是淡淡的拨弄着香炉里的灰烬。他说：人心若贪，金玉亦是砒霜，那玉佩里哪有什么生门，不过是当年我父亲为了讽刺先帝的薄情，在玉质中心滴入了一滴经年不散的朱砂，那红点瞧着像血，实则是人心底最毒的怨。那死士跪在地上老泪纵横，说主子若再不出山，这天下就要被那些方士搅得民不聊生了。刘谦走到窗前，看着漫山的红叶，那是比养心殿的红墙还要鲜艳的颜色。他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说：债还没还完吗？于是在那个深秋，一个自称能解狱中穴的女神医秘密入了京。由于乾隆此时已经老态龙钟，且多疑成癖，他屏退了所有的侍卫与太监，只在重重帷幕后的乾清宫接见了这位神医。当刘谦再次站在乾隆面前时，两人都已经老了，曾经的惊鸿一瞥变成了如今的枯木相对。乾隆隔着白纱看着那个模糊的身影，声音苍老而急促，问他是否知道那玉佩里的血泪为何会在月圆之夜发出哀鸣。刘谦缓缓揭开面纱，露出那张带伤却清丽依旧的脸。他没有下跪，只是平静地走到玉榻前，伸手拿过那枚被抹撒的圆润无比的玉佩。他说：皇上，这不是哀鸣，这是冤魂在向您讨债。这一滴朱砂下压着的是鱼儿的命，是刘家几十口人的命，更是您这50多年来从未真正安稳过的良心。乾隆猛地瞪大眼睛，想要叫人，却发现喉咙里像塞了棉花一般发不出声。他惊恐地看着刘谦从怀里掏出一根银针，在烛火上一撩，随后精准地刺入玉佩的金丝缝隙中。只听咔嗒一声轻响，那枚困扰了2代人的玉佩竟然在乾隆面前碎成了粉末。那一滴暗红色的朱砂落在龙床的明黄绸缎上，瞬间化作一团污迹。刘谦看着这个曾经执掌生杀大权的男人，眼底没有恨，只有一种看透世事的悲悯。他说：皇上，这天下从来没有什么长生药，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天换地的地形图，真正能让江山永固的，是您早已丢掉的仁德。乾隆在那一刻仿佛看到了他的父皇雍正，也看到了那个被他亲手推向火海的年轻刘谦。他伸出干枯如爪的手，想要抓住刘谦的衣角，却被他轻轻避开。刘谦说：我这次来是带刘家带玉儿来收回那份不该有的执念。那一夜后，乾清宫传出旨意，从此不准再提任何关于方士与长生的字眼，而那位女神医也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了京城的城门外。乾隆在之后的日子里变得异常沉默，他开始疯狂地修缮那些损毁的古迹，也开始下旨大赦天下，仿佛是在为自己那满是鲜血的双手洗涤罪孽。直到嘉庆元年，他退位当了太上皇，坐在宁寿宫的摇椅上时，手里还攥着一袋玉粉，那是他唯一留下的关于那个女人的念想。而在遥远的归隐谷，刘谦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他躺在竹床上，听着窗外的溪水声，
对守在床边的刘子安说：“哥哥，我仿佛看到云儿姐姐在接我了。她说那边的花开得很好，没有宫墙，也没有皇上。”刘子安握着妹妹冰凉的手，泣不成声。刘谦带着那一抹淡淡的解脱笑意闭上了眼。他这一生，从罪臣之女到宠冠后宫，从烈火焚身到隐姓埋名，最终以一介草民的身份葬在了这无名的山谷之中。他的墓前没有碑，只有一株年年都会开出红花的寒梅，那花瓣的颜色像极了他后背上曾经落下的伤疤，也像极了那枚玉佩中化不开的朱砂。而在史书的字里行间，乾隆朝的这些荒诞与深情被严密地遮掩在盛世二字之下，只有那些在深夜里流传的说书桥段，还在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有一个叫刘谦的女子，曾用她最宝贵的青春与皮肉，在那两个权倾天下的男人心里，狠狠地扎进了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让他们在那高不可攀的皇位上做了一辈子的不安与孤独。这便是这出说书戏的终章，没有大团圆的喜悦，只有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苍凉。而那红墙内的秘密，终将被岁月彻底风化，变成后人茶余饭后的一声感叹。归隐谷的那株寒梅，在刘谦走后的第一个年头，开得格外红艳，仿佛要把那积攒了几十年的血色都化作满树的芳华。刘子安在坟前坐了整整一个晌午，手里的木刻小像还没成型，眼泪就先砸在了木料上。他知道，妹妹这一走，带走的不仅是那些让帝王寝食难安的秘密，更带走了他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可他没料到，就在这看似尘埃落定的时候，归隐谷的入口处竟然传来了沉重的木轮碾压枯叶的声音。那不是寻常的马车，而是通体漆黑，连帘子都纹着暗金流云的内务府规制。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已经贵为太上皇乾隆身边最得力的掌案太监，手里捧着一个紫檀木的小匣子。刘子安戒备地站起身，手里的刻刀藏在袖中，那老太监却扑通一声跪在刘谦的孤冢前，老泪横流地叩了3个响头。他说：“主子爷在宁寿宫熬不住了，临终前遣奴才走这一遭，不为别的，只为把这件东西归还给柳大夫。”匣子打开，里面竟然是一叠厚厚的、已经发黄发脆的纸笺，那是当年雍正爷在前邸时亲笔写给云儿的情诗，字里行间全是一个热血青年对心爱女子的赤诚，哪里还有半点后来那位冷酷帝王的影子？老太监颤抖着嗓子说：“太上皇临走前悟透了，当年先帝赐死云儿，并非因为刘长明的贪腐，而是因为云儿发现先帝为了夺嫡，竟暗中与敌国勾结的证据。先帝那是怕这唯一的软肋变成刺向心窝的利刃，才不得不亲手杀了最爱的人。而乾隆爷这些年困住刘谦，其实不是为了那劳什子的地图，而是他在刘谦身上看到了父皇当年的影子，他想看看在权力的巅峰上是否真的能守住一点真情。他输了，输得心服口服。刘子安接过那叠情诗，随手扔进了坟前的纸钱堆里，火舌瞬间卷起了那些缠绵悱恻的文字。他冷冷地对老太监说：“人都化作灰了，这些虚情假意拿来有什么用？”老太监长叹一声，从怀里又掏出一枚金色的令牌，说：“这是太上皇给刘家的最后补偿，凭此牌可保刘氏后人3代不入军籍，不为奴仆。”刘子安抢过令牌，狠狠地扔进了深不见底的谷底溪流中。他说：“刘家已经没人了，我们要的自由，不需要皇恩来施舍。”老太监愣在原地，看着那曾经让无数人抢破头的权柄消失在水花里，最后只能落寞地摇着头，引入了山林的浓雾之中。没过几年，嘉庆皇帝彻底清洗了朝中乾隆朝的旧势力，那位不可一世的和珅跌落尘埃，
而归隐谷也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山火，彻底消失在了舆图上。有人说，在那火光冲天的时候，看见一男一女牵着手往深山更深处走去，男的跛了一只脚，女的披着大红的斗篷，就像当年那个从紫禁城逃出来的幽灵。民间关于刘谦的传说却愈发离奇，有的说他其实是天上的医仙下凡，专门来收服爱新觉罗家的这2代魔头；有的说他手里的针灸能起死回生，现在还在昆仑山顶为人诊病。但真正知道真相的，恐怕只有京城里那些越发老迈的说书人。他们在昏黄的油灯下拍着已经开裂的惊堂木，总会加一段似真似假的后记，说那雍正爷留下的废纸和乾隆爷守着的玉粉，最后都被嘉庆爷一把火烧在了太庙前，以此来告慰大清的列祖列宗。可谁心里都清楚，那烧不掉的是后宫墙缝里渗出来的怨毒，是权力宝座下埋着的枯骨。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在那个已经荒废的医馆遗址上，长出了一种奇怪的小花，花瓣是碧绿色的，中心却是一点朱红，当地百姓叫它碎玉泪。每逢月圆之夜，那花便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带着药味的异香，让路过的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早已忘却的往事。而在那高高的红墙内，新一代的嫔妃们依旧穿着花盆底鞋，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金砖地上，他们在算计着恩宠，在争夺着位分，却谁也不知道，曾有一个叫刘谦的女子，用最惨烈也最决绝的方式，在这座牢笼里撕开过一道直通天地的口子。那道口子虽然很快就被新的贪婪和权欲给补上了，但那股自由的风，终究是在这死气沉沉的宫殿里刮过那么一回。此时的说书人和尚折扇，端起早已放凉的茶碗抿了一口，看着台下听得入神的人群，悠悠的来了一句：“诸位看官，这江山还是那个江山，人却早已不是那个人了。若问这情字何解，不过是那翡翠玉里的一滴血，见光则散，入土则安。”随着他这一声悠长的叹息，茶馆外的北风吹紧了，漫天的飞雪再次覆盖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将所有的爱恨，所有的阴谋，所有的不甘，都通通掩盖在了这茫茫的白茫之中。那是一段属于大清的旧梦，也是一段属于每个挣扎在命运泥潭里的人的抗争。刘谦的名字或许没进宗人府的册子，也没进史官的笔头，但他在那2个帝王心头留下的那道疤，却比任何文字都要长久，都要鲜活。说书人起身离去，留下一方空荡荡的戏台，台上的烛火摇曳着，仿佛还在映射着当年养心殿里那张阴沉如水的脸，以及那个不卑不亢、抬头仰望苍穹的单薄背影。故事讲完了，可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却在这市井红尘中，随着那淡淡的烟火气，代代相传，永不停歇。这便是刘谦的故事，一个在这禁锢了5000年的礼教与皇权中，硬生生绽放出来的带着血色的奇迹。在那之后的每一个春天，无论世道如何变迁，归隐谷原址上的花依旧会开，仿佛在向这冷酷的人间宣告，即便身处黑暗，心若向阳，便总能寻到那片属于自己的、不被任何人定义的自由天空。嘉庆4年正月初3，太上皇乾隆崩于养心殿。临终前，他枯槁的手死死攥着一枚锦囊，内里却空无一物，唯有一股子若有似无的清苦药味。随着这位执掌大清权柄60余载的老人合眼，一个时代彻底落了幕，而那些被他带入棺椁的隐秘，也随着新帝嘉庆的大刀阔斧，被生生刮去了表皮。嘉庆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查抄和珅，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二皇帝。在查抄和府密库时，官兵们在一个贴了12道封条的玄铁暗格里，意外发现了一本并未署名的手札。那手札纸张干枯，边缘被火燎过，
字迹凌乱而仓促。开篇第一句赫然写着：“圣心之所系，非金玉也，乃一浮萍女子。”嘉庆翻开这本手札，越看越是心惊。他从未想过，在那位勤政节俭的皇祖父雍正和这位好大喜功的父皇乾隆之间，竟然横亘着一个名叫刘谦的女人。更没想到，大清龙脉的安危曾系于一个女子的脊背。嘉庆是个务实且多疑的皇帝，他容不下这种可能动摇统治的传说继续在民间流传。于是他秘密召见了当年随乾隆南下，如今已赋闲在家的老侍卫统领图尔格。老统领此时已是风烛残年，他跪在御书房的冰冷金砖上，听着嘉庆询问关于归隐谷和柳大夫的下落，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图尔格老泪纵横的伏地而奏，说：“皇上，那不是人能去的地方，那是先帝爷心里的一个魔咒，若非要寻个结果，恐怕只会惊扰了龙脉的安宁。”嘉庆冷哼一声，将那枚不知从何处搜罗来的、已经碎成粉末的翡翠玉佩残渣掷在地上。他下令让图尔格带路，再次踏上前往江南的寻踪之旅。他要亲眼看看那个让2代帝王都乱了分寸的女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化作了泥土。当御林军的铁蹄再次踏碎江南的宁静时，归隐谷早已成了一片焦土后的废墟，瓦砾间生满了野草。嘉庆站在那株已经枯萎的寒梅前，看着那座连石碑都没有的土坟，心里莫名升起一股子荒谬感。他命人挖开坟冢，想要验证那手札中提到的碑赋地形图是否属实。可当棺盖被撬开的那一刻，在场的官兵全都惊呼倒退。棺材里哪有什么尸首，更没有什么人皮地图，里面只静静躺着一件大红色的斗篷，以及一叠早已腐朽成泥的医书。在那堆衣物正中，放着一根已经锈迹斑斑的烙铁，那烙铁的形状恰似一朵盛开的梅花，又像是一只嘲弄世人的眼睛。嘉庆看着这空空如也的棺椁，突然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带着一种被戏耍后的愤怒，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终于明白，刘谦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抓住过，他生于权力的算计，却死于自我的放逐。他留下这座空坟，就是为了给这些执迷不悟的帝王将相看一场最后的戏。就在嘉庆准备下令班师回朝时，一个穿着百衲衣的小和尚从密林深处走了出来，手里拖着一个瓦罐。小和尚不卑不亢地走到御前，说是有一位故人托他在此候了30年，若有幸爱新觉罗的人来开坟，便将这罐东西交与他。嘉庆狐疑地打开瓦罐，里面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也没有什么密信，而是一罐子极纯净的清泉。罐底沉着一枚小小的木牌，上面刻着4个字：江山即新。这简单的4个字，让这位一心想要中兴大清的嘉庆皇帝愣在原地良久。他看着那罐清泉映照出的蓝天白云，又看了看自己这身象征至高无上的龙袍，突然觉得这沉甸甸的黄泉在这一汪清水面前显得如此滑稽。他终究没有下令搜山，而是命人将那空棺重新合上，并亲手在那枯萎的寒梅旁洒下了那一罐清泉。没人知道刘谦和刘子安最后去了哪里。有人说，在更南边的南洋群岛上出现过一对医术高超的兄妹，救人无数却分文不取。也有人说，在长白山的雪岭之下，曾有一位白发女子救过迷路的参客，那女子后背上有一道红如烈火的梅花印记。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刘谦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关于反抗、关于自由、关于在至暗时刻依旧能自然灵魂去照亮前路的传说。在京城的那些老字号茶馆里，说书人的折扇开合间，这故事被添油加醋的讲了一遍又一遍，听客们从垂髫小儿听到了白发苍苍，却总也听不腻。
他们听的不是那个女人的美貌，也不是帝王的恩宠，而是那份即便被烙铁烫入皮肉，被权势逼入绝境，也绝不低头的骨气。乾隆驾崩后的第10个年头，一个落魄的文人游历至归隐谷就职，他此时已是酒意微醺，在那废墟之上随手提了一首绝句：红墙高耸锁芳华，翠佩惊残梦里家。留得梅花魂一缕，从此江山不识花。这首诗后来被传抄到了京城，落到了嘉庆的案头。嘉庆沉默了整整1夜，最后下旨将这首诗列为禁诗，连同那个叫刘谦的名字一并沉入了紫禁城浩如烟海的档案最底层。可他挡得住笔墨，却挡不住人心。那股清苦的药香，那抹决绝的红影，终究是在每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每一个受尽欺凌的灵魂梦里悄悄地绽放。在那禁令森严的嘉庆年间，尽管归隐谷已成焦土，关于刘谦的余波却如同春江之水，顺着那繁密的运河支流，悄悄渗进了江南的每一座茶坊。岁月流转至道光年间，紫禁城的红墙在风沙的侵蚀下显得有些斑驳，而此时的京城奇人圈子里流传着一个古怪的传闻，说是在西郊香山的一座破旧泥庵里住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嬷嬷，她不礼佛，不念经，唯独在那泥庵后院种了一大片药草，且每逢初1、15，总会对着南方焚毁几张写满了山川形胜的宣纸。有人说那是当年乾隆爷遗落在民间的贵妃，也有人说那是见过龙脉真身的女妖。这风声传到了年轻的道光皇帝耳中，此时的大清早已不复当年的盛世气象，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道光生性多疑且迷信，总觉得是祖上留下的恩怨未了，才让这江山做得如此不安稳。于是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午后，道光换上一身素净的青缎长衫，只带了2名贴身侍卫，秘密寻到了那座香火冷落的泥庵。推开虚掩的柴门，一股子浓郁的让人鼻头发酸的苦药味扑面而来。老嬷嬷正佝偻着腰，在那熬着一锅黑乎乎的药汤。道光站在院中，看着那满地的草药，声音微颤地问了一句：老人家可知晓雍正年间的流逝？老嬷嬷握着药勺的手没停，只是发出了一声如同枯木摩擦般的笑声。他说：皇上到底是寻来了，这爱新觉罗家的男人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痴子。道光惊觉此人身份不凡，竟顾不得帝王威仪，往前走了几步，追问那地形图与刘家的遗命是否还存世。老嬷嬷缓缓抬起头，那张脸虽然布满了如沟壑般的皱纹，却依旧能瞧出几分当年的清丽轮廓，尤其是那双眼睛，竟然在昏暗的灶火映照下，透着一种摄人心魄的冷意。他告诉道光，刘谦当年确实没死在归隐谷，也没死在嘉庆爷的搜山中，因为真正能保住刘谦性命的，从来不是什么武功或是毒药，而是那2代帝王心底深处最后的一点愧疚。他说乾隆爷临终前其实明白，所谓的龙脉图纸根本不在皮肉上，而是在一个人的风骨里。图纸毁了可以再画，可若是这大清的脊梁骨断了，那便是神仙下凡也难救。老嬷嬷从怀里掏出一枚已经磨损得快看不清纹路的铜铃，轻轻摇了摇，清脆的响声在雨幕中显得格外寂寥。他说这是刘子安临死前留下的。他说刘家这辈子不欠大清了，倒是大清欠了这天下一个交代。道光听得满头大汗，他问这交代究竟是什么？老嬷嬷指着那锅滚沸的黑药说，是苦口良药，也是杀人之毒。端看坐在这江山之上的人，是想要那虚无缥缈的长生，还是想要这黎民百姓的保暖？那天傍晚，道光离开泥庵时，手里多了一张药方，上面没有名贵的药材，只有几味寻常可见的野草。
老嬷嬷在他身后悠悠地说，刘谦走的时候曾留下话，说是若后世子孙还来寻他，便告诉他们别再去翻那些陈年旧账了，那些玉佩，那些地图，早就随着先帝们的尸骨一起烂在了地宫里。这世间唯一真的东西是人心。道光回到宫中，对着那张药方哭坐了一整夜，最终他下旨封了那座尼庵，将其化为禁地，却在第2年的恩科考试中破天荒的加了一道关于民生疾苦的策论。那老嬷嬷在道光离去后的那个冬夜，静静地靠在药炉旁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随着他的离去，关于刘谦的最后一点实证也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到了清末民初，茶馆里的说书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惊堂木也拍碎了好几块，可每当讲到这一段，大家伙儿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他们说刘谦其实是一颗灾星，搅乱了2代帝王的梦，可更多的人说他是大清朝最后的一抹亮色，他用自己的命和那副被烙铁毁掉的皮肉成全了一个女子的尊严，也撕开了那重重红墙背后最丑陋的真实。在那动荡的岁月中，无数女子拿着剪刀剪掉了长辫，脱下了旗装，她们在街头奔走疾呼时，或许并不知道100年前曾有一个叫刘谦的先辈，已经用那种最决绝的方式向那个吃人的时代投掷了第一块反抗的石头。在那深宫遗址的废墟上，每到深夜，似乎总能听到一个女子在低低的吟唱，唱的是那江南的采莲曲，唱的是那年少的云儿初入王府时的忐忑，唱的是那15岁的刘谦面对雍正时的决绝。这旋律飘过景山，飘过护城河，消失在遥远的旷野之中。刘谦的故事最终变成了一段没有结尾的残章，他不需要完美的收场，因为他的力量就在于那种未尽的抗争。他不是谁的宠妃，也不是谁的余孽，他只是他自己，一个在皇权的阴影下开出了带血之花的倔强灵魂。在那道光年间的烟雨尚未消散之时，关于刘谦的最后一点气息，似乎真的随着那座尼庵的荒废而断了线索。然而，历史的河床下总有些淤泥，会在100年后的动荡中被重新翻搅出来。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已是光绪末年。紫禁城的琉璃瓦在落日的余晖下显出一种颓丧的金红。此时的京城，洋人的枪炮声已经隐约可闻。那位垂帘听政的慈禧皇太后，在某个午后翻阅内务府积压100年的新密档时，无意中抖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绢帕。那绢帕上并无文字，唯有一朵用干枯的红花枝叶绘就的残梅，其形状竟与当年刘谦背后的烙印分毫不差。慈禧那双修剪得极长的指甲在那残梅上轻轻划过，她那早已被权力浸透的冷硬的心竟然没来由地颤了一颤。她低声唤来心腹大太监李莲英，命他去查这绢帕的来历。李莲英在故堆里翻找了7天7夜，才带回一个让这深宫老妇感到脊背发凉的真相。原来这绢帕竟是当年嘉庆皇帝秘密赐死图尔格时，从那老统领怀里搜出来的唯一物件。图尔格临终前曾留下一句疯话，说刘家的女儿没死，他化作了这大清江山的每一寸土，谁若是想动这土地的一分一毫，刘谦的魂魄便会从地底下爬出来，收走爱新觉罗家的最后一口气。慈禧冷笑一声，将那绢帕扔进火盆，看着它在炭火中卷曲发黑，最终化作飞灰。可就在那晚，颐和园的乐寿堂内，从未断过的檀香竟透出一股子刺鼻的苦药味，就像是当年归隐谷里熬了几天几夜的断肠汤。老太后噩梦连连，梦见一个穿着大红斗篷的女子背对着她站在万寿山的昆明湖畔。那女子缓缓转过身，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道被烙铁烫出的梅花疤痕，在那儿一跳一跳的冒着热气。
那女子伸出白骨般的手，指着远处被炮火轰鸣的圆明园遗址，声音凄厉地问：皇恩还清了吗？欠下的债该由谁来填命？慈禧从梦中惊醒，浑身大汗淋漓。他意识到这大清的颓势已非人力可挽。刘谦当年的那场火，烧掉的不仅是图纸，更是这皇朝最后的一丝气运。就在这时，京城里出现了一个古怪的传教士，他虽然金发碧眼，却操着一口地道的江南官话。他宣称在远海的某个岛屿上见过一座宏伟的石碑，上面用汉隶刻着刘长明与刘谦的名字。传教士说，那里的后人不仅精通医术，更掌握着一种能让铁船在海底前行，能让火药在千里外精准炸裂的神技。这消息传到宫里，原本已经心灰意冷的慈禧竟然再次燃起了希望。她觉得那所谓的龙脉图纸或许并未失传，而是被刘谦带到了海外。他秘密派遣了一支由大内高手和留学生组成的寻龙队，远赴南洋，试图寻找那个传说中的岛屿，寻找刘谦留下的最后遗产。然而，寻龙队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3年，带回来的只有一箱子破碎的瓷片和几卷被海水浸烂的医书草稿。其中一张残页上，隐约可见刘谦当年的笔记，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人心若有围墙，天下皆是牢笼。宣统3年的那个冬天，大清最后一位小皇帝溥仪在隆裕太后的怀里宣布逊位。在那场并不算体面的交接仪式后，一个老态龙钟的算命先生出现在了神武门外。他看着那些正忙着搬运宫中财宝的太监和乱兵，从怀里摸出一枚色泽灰暗、金丝断裂的翡翠玉佩。这玉佩早已没了当年的灵气，就像一块随处可见的破石头。算命先生把它随手扔进了护城河的冰窟窿里，自言自语道：200年的恩怨，总算是在这儿断干净了。有人问他这玉佩值多少钱，算命先生嘿嘿一笑，说这东西值2条龙的命，值一个女子的清白，更值这5000年江山的一次轮回。说完，他便引入了那滚滚的革命烟尘中，再也没了音讯。几十年后，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曾有一位身背药箱，行走在死人堆里的游击队女医官。她的医术奇高，且无论受多重的伤，她从不喊疼。战士们发现，这位医官的后背有一块硕大的疤痕，形状像极了一朵梅花，只是因为岁月的磨砺，那红色已经变得暗淡，融入了他那坚韧的血肉之中。当他牺牲在阵地上时，怀里只揣着一本残破的医书，扉页上写着2个清俊的小字：谦儿。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大家只把他葬在了那座不知名的山岗上，种下了一株同样会在寒冬傲然绽放的红梅。时光流转至现代，故宫的修复人员在养心殿的一处地砖缝隙里发现了一块干涸的红如朱砂的血迹。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它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霜，竟然依旧鲜红如初。有人开玩笑说，这或许是哪位嫔妃留下的怨念，但在那些深研野史的学者眼中，这滴血迹更像是一个路标，指向那个曾经在权力巅峰处不卑不亢，在生死关头从容赴死的灵魂。刘谦的故事终于不再是说书人口中那些真假难辨的桥段，而是化作了中华女子骨子里的一份倔强与清醒。在今日的江南小镇，若是你在某个静谧的午后走进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馆，或许还能听到年迈的说书人讲起爆料说书人传下来的那段绝唱。他会拍响那块已经磨得油光锃亮的惊堂木，神色肃穆地告诉你，刘谦从未离去。他就在这烟火气里，在那不愿被现实磨平的理想中，在那敢于对命运说不的勇气里。他那被烙铁毁掉的脊背，其实是撑起这段历史的最后一根傲骨。
随着那最后一声木响，茶馆外的车水马龙渐渐模糊，仿佛在那虚空之中，真的出现了一位披着红斗篷的女子。她正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对着每一个路过的灵魂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没有苦难，只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自由。江山万载，人世代谢，唯有那份对尊严的执着，如玉佩里那一滴永远不化的血，在历史的深处永恒的跳动，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路。这便是刘谦留给这人间最重也最轻的一份礼物，不关乎皇权，不关乎恩宠，只关乎那颗永远不会被囚禁的鲜活的心。